道歉的人想道歉，收到道歉的人不敢接受道歉的过程。这比公审还令人尴尬。他有一段时间去了花莲，那在这个路上，他全程都坐在吴宗宪旁边，他就很焦虑。如果有人要打舞台演戏从法律制度面之外要消费柯文哲主，我是绝对不会配合演戏的。飞机是徐小新，巴士是黄建豪，没有私下讲过话，造成中线困扰。昨天我已经跟他致歉。在政治媒体圈待久的人都知道，不需要道歉。新闻消息如果有助于公众厘清事件的原委，本来就该讲出来。向柯主席道歉，我舟山录影是随口说出来，不是节目脚本。所以什么意思？帮忙撇开这件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3个字：收视率。那今天吴宗宪选择不杀黄伟汉，加油添醋的是刘宝杰吗？王瑞德吗？还是其他在现场来宾呢？还是节目的制作人要出来道歉下跪？显然加油添醋人就是我。虽然吴宗宪不接受他的道歉，但是黄伟汉还是把道歉倒在自己身上。我必须说，有 guts。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柯文哲 USB 案，这其实是最近意外的插曲。柯文哲 USB 里面有小沈庆金1500的事情嘛？好，原委是这样的哈。就是你记得柯文哲在被第一次申请羁押，弄到了这个快礼拜一的凌晨才离开，到后来又再次被这个声押，中间他有一段时间去了花莲，去花莲。那个时候是因为傅昆萁的母亲他有一个告别式，对，所以呢，那傅昆萁的包机，然后包车，一堆人都去。那在这个路上，他全程都坐在吴宗宪旁边，一直在好，在这个路上全程都坐在吴宗宪的旁边。好，请把这句话记起来。他说：“那 USB 来底有物件，可以破解不？那破解安怎嘛？破解来也可以勾机。来这什么物件都用摘吗？”他就很焦虑，很焦虑，他真的担心 USB。这是亲口问吴宗宪。那这事情一出来之后，媒体就跑去问吴宗宪，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蛮瞎的。从台北到花莲的飞机上，我旁边坐的是徐巧芯。然后我们是坐靠近机头的部分。那好，从台北到花莲的飞机上，从头到尾，他旁边那个人是徐巧芯。柯文哲主席是跟黄国昌是坐在应该是最后一排，所以不存在飞机上面找我谈这件事。然后从机场到现场巴士，从飞机到现场巴士旁边坐的是黄建豪，我旁边坐的是黄建豪，所以都是国民党的立委，所以也不存在那个私下找我，因为我跟柯主席完全不认识，我到今天为止，他从来没有一天找我私下讲过话。那在花莲的现场的时候，确实有非常多人就是在关心像这个案子。然后我任何时间只要遇到柯主席的时候，旁边一定是围绕超过10个人以上。旁边有一群超过10个人以上，代表有很多公共的证明。那当天确实也有人谈论起这个。那有人有提任何的问题，我不是专对我一个问，就是在闲聊的方式。然后我讲的也一定是检方的 SOP。所以现场有没有告诉大家说USB 抄到一定要去破解还原？那我相信是有的，因为这是检方的 SOP。然后再来一个，这个问题根本不用问我，你们现场每一位记者都知道，所以怎么会拿一个现场很多人，然后讲说什么私下找我神情紧张？好，所以私下找我神情紧张什么？照吴宗宪的说法就是加油添醋嘛。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有人要打舞台演戏从法律制度面之外要消费柯文哲主席，我是绝对不会配合演戏的。这人是实话实说的人，有我讲过什么话，我就一定会认；我没有讲过，就不要乱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楚，徐巧芯飞机，黄建豪巴士。柯文哲讨论都是公开10个人以上，大家公开讨论没有私下讲过话。那这件事情呢，说实在对我汉哥来讲是很难受，所以呢，他就多篇在他脸书上面去做了澄清。第一个，向吴宗宪委员致歉，1个多月前在一个多人场合听到吴宗宪谈起了花莲的事，宗宪自己没有公开说过我不该出来讲，造成宗宪困扰。昨天我已经跟他致歉了。不过我必须讲其实在政治媒体圈待久的人都知道，不需要道歉。因为新闻消息如果有助于公众厘清事件的原委，本来就该讲出来。他补充说明，第一个，听到吴宗宪谈这件事情已经离现在1个多月，我也只是听吴宗宪说，我并不在花莲现场，可能理解或描述有错误不必争执，以宗宪版本为主，没有得到吴宗宪的同意，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不论如何都是我的错。第3个，吴宗宪有传来跟我说，他早上语气严厉批评不会配合演戏，其实讲的是后续加油添醋的评论节目，不是在说我。不过我是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我若不失言，也不会有后续风波，言多必失，我要澄清公开的道歉。其实这才是整个事件的关键核心，就是到底有没有加油添醋。所以这是一个道歉的人想道歉，收到道歉的人不敢接受道歉的过程，这比公审还令人尴尬。那请问加油添醋的是刘宝杰吗？王瑞德吗？还是其他在现场的其他来宾哪一位还是节目的制作人要出来道歉下跪其实很有意思嘛，我们讨论事情就要讨论的通透一点。那为什么要有那一些所谓加油添醋的内容呢？无非就是在那个氛围之下，在谢国良承认他送了200万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就在追杀1500，到底是不是1500万嘛？那只要1500万核实了，那
今天柯文哲死透了，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节目的目标就是打柯嘛，这里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所以其实道理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吗？3个字：收视率。那写1篇不够，必须写2篇来凑。向柯主席道歉，我常说言我所信，所以我说出口的一定是我真心相信的。所以私言谈到花莲事件是9月10号录影现场，亲耳听到吴宗宪谈到花莲行，在心中留下了柯主席担心 USB 被破解的印象。这1个多月以来，我从来没提过周三录影是随口说出来，不是节目脚本。所以什么意思？帮忙撇开这件事嘛。因为如果照吴宗宪的炮口啊，吴宗宪说他不是针对黄伟汉，那就是现场一定要有人负责啊，不是黄伟汉就是黄伟汉之外其他的名嘴嘛。所以只要伟汉哥再出来再澄清一次。不是节目脚本。好，那剧组排除了。好，再来回头检视我节目上讲的内容跟中宪版本有很大差异。尽管此刻我仍相信花莲行应该有提到相关议题，但不是私下也没有全程紧跟。显然加油添醋人就是我，所以这个我必须说有 guts。虽然吴宗宪不接受他的道歉，但是黄伟汉还是把道歉倒在自己身上。所以呢，他向柯主席道歉，向民众党道歉，向失望的听众道歉。我真的觉得我真心称赞。我们来核实我们刚才的说法，飞机跟这个车大家坐的点都是一样的，就你去了班机上隔壁坐谁，回来就坐谁。黄国昌也一直都陪在柯文哲旁边。好，这其实就讲到关键了。柯文哲旁边有一大堆学法律的，他问黄国昌，他问其他人，他们党里面难道都没有所谓的检察官系统出身的吗？他自己的律师就是检察官啊，难道全世界只有一个吴宗宪检察官吗？检察官他到底办案的流程是什么？我在飞机上我也有这样问吴宗宪委员哦，然后呢，吴宗宪委员就告诉我说，哎呀，刚刚柯文哲也问他说，他很担心哦，那他担心什么呢？会不会这些检察官然后去把他的东西收走之后，拿里面的东西去断章取义，然后去编造故事，然后变成是给特定的媒体去编故事，然后来就是对他的人格栽赃陷害，有这种情况。所以他请教的应该是这个部分，类似像这样子的事件，他们觉得检察官破了手机之后，是不是为了看其他的东西？柯文哲不是单就请教 USB， 而是请教说他会不会把他家的证据收去，然后呢来拼装出一个对他不利的状况。很多人很惊讶是说，为什么伟汉哥突然之间对于民众党对柯文哲的讲话的态度，奇怪，是不是有所改变？过去伟汉哥不是还蛮帮柯文哲讲话的吗？或至少愿意给民众党很多的机会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1个月之前东森某节目的片段，你老婆去看1.2亿的房子，他说没有啦，爸妈希望给孩子结婚的时候有房子。你儿子没有房子吗？你上次不跟他讲说你那个房子以后，后来你用买卖方式给你儿子个3000万的房子吗？你儿子早就有房子了，为什么你还要去看1.2亿？你已经变成10年前你最讨厌的样子了。这个我就不加有添醋了，我只是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至于谁道歉、谁接受、谁不接受，那我们都有公平。那这个事情我们也绝对没有任何落井下石。